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就像在其他多数国家，在南韩当医生属于社经地位较高的一群，但2024年该国却出大事了。在政府决定扩大医学院招生规模以后，大批医生集体请辞与罢工，导致南韩的保健医疗灾难预警瞬间拉升到最严重的级别。这波抗争凸显出该国医疗环境的恶化，也意外爆出年轻医师低薪高工时的处境。本期影片就要来探讨南韩医界的待遇隐藏了哪些问题。首先，我们快速看一下南韩医界近来的风波。事件要从2024年2月6日说起。当时南韩保健福祉部宣布，隔年全国医学院招生规模将从原先的3058人一口气拉高65%，增加到5058人。这是南韩政府时隔27年终于决定扩大医学院的招生员额，目的是要解决医师短缺的问题，舒缓基层地方医疗体系的困境。另一个重要因素则因南韩将在2025年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总人口比例的20%，医疗需求也将进一步放大。然而，这项政策却引发医界反弹。2月20日，首尔前5大医院的实习与住院医师宣布停止工作。到了2月23日，南韩实习与住院医师的离岗率超过70%，首尔5大医院被迫取消3到5成的手术计划，专科与主任医师也要紧急填补急诊与夜班的空缺。政府因此将保健医疗的灾难预警升高到最严重的级别。截至3月1日止，这股辞职罢工潮已超过政府设定的复工时间底线，但累计只有500多人回到岗位。政府预计将启动调照与检举程序，而南韩媒体担心之后恐怕将发生3月医疗大乱。按理来说，增加人力可减缓一线医师的工作负担，但医界却认为资源分配不均才是医疗环境恶化的主因。法新社也报道，有医师抱怨国民健保的财政激励不当，加上医疗诉讼风险，导致儿科与心脏内科等重要领域缺人，同时有大批年轻医师转往待遇相对较好的整形外科。此外，南韩实习住院医师协会也要求政府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医疗低薪以及滥诉的问题。突然扩大招商员额，不只无法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还会让同业竞争更加激烈。由此可看出，官方与医界各有利润依据，但一项民调却显示，有76%的受访者支持政府扩大招生的政策，而且医界对工作环境与待遇的诉求似乎跟社会观感与期待有所落差。有民众便对媒体表示，医师是受人尊敬的行业，而且薪资很高，因此不该将患者生命当成罢工的筹码。但看在住院与实习医师眼中，他们的工时长、薪资偏低，外界却不愿意聆听，这也带出下一个问题：南韩医界的待遇究竟如何？南韩国民健保工团2022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综合医院工作的医师，扣除实习与住院医师，2020年的平均月薪为1921万韩元。至于在公共医疗机构工作的医师，月工资平均为719万韩元。若以综合医院医师的薪资拿来与一般劳工相比，大约是普通企业正职员工的6倍。经合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更显示，南韩医生有不同的收入阶层。以2021年的资料来说，就职于医院一般科室的医师收入是全体正职劳工的2倍。如果到私人医院担任一般科室医师，收入差距能拉高到3倍。假如是私人医院的专科医生，收入则是一般雇员的6.8倍。这类数据在南韩形成两派观点。首先，南韩医界抱持质疑的立场，他们认为医师的专业不同，收入有很大的差异。像是该国的小儿科医生，因为少子化加上医疗给付不足，收入经常低于其他科别，甚至有部分儿科医师转战医美或是成人医疗领域，而且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计算薪资，本身也相当不精确。更有医师质疑，以上数据是在增加社会对医界的仇恨值。而南韩媒体则普遍认为，供需失衡是医师领取高薪的主因之一。像是中央日报就报道，南韩每1000人对应 2.6 位医生，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数字。如果把统计范围限缩到首尔，南韩每1000人对应 2.7 位医生，远低过美国华盛顿特区的 6.5 人，以及德国汉堡的 6.4 人。同时，南韩人民却有庞大的医疗需求。根据经合组织的资料，南韩的经常性医疗保健支出占 GDP 比重低过美日等国家。韩媒则指出，健保制度让南韩人民享有相对便宜的医疗服务，像是南韩平均每位医生一年接诊的病患高达6100多人，是 OECD 成员国之冠，而且还高达平均值的3倍以上。
这背后是南韩人重复看病的风气，许多人生病不会只去一家医院或诊所。保健福祉部在2021年提过一个极端案例，一位40多岁的南韩女性，一年跑了2050次医院，平均每天看5到6次医生，由此而来的健保财政支出高达2690万韩元。另一份统计也显示，南韩1名患者年均问诊的医生人数是 15.7 人，同样是 OECD 成员国中最多的国家。供需失衡也缩短医师每一次的诊疗时间。南韩保健社会研究院指出，在2019年，该国1级医院的医师平均看诊时间是4分钟，只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值的1/4。特殊结构造就出来的高薪，让医界这次的辞职罢工变得更加复杂。医师呼吁政府改革医疗环境的同时，外界却质疑医界是在维护私利。像是延世大学学者就认为，南韩大部分的医院属于私立体系，跟西方国家主营公立医院不同，因此医学院扩招会让更多人分食利益大饼。南韩大学也有学者指出，医生数量增加将降低原先高薪的职业地位。然而，对实习与住院医师来说，他们却面临更迫切的问题。他们年纪较轻，前半辈子的打拼还没获得高社经地位，如今政府却要扩大医学院员额，让他们担心自己的处境会加速恶化。有年轻医师就对路透表示，南韩医疗体系的运作是建立在实习与住院医师低薪高工时之上。南韩实习及住院医师协会则表示，该国的实习与住院医师轮班时间达到36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不到24小时，有一半的美国年轻医师周工时没有超过60小时，但南韩医师的工作时间却长在100小时以上。有年轻医师对媒体抱怨，自己在这么高的工时之下，月收入却只有200到400万韩元，相比之下，美国住院医师第一年就能拿到5000美元的月薪。以上现象不只发生在南韩，台湾的住院医师虽然有科别差异，但不少人也因为要配合医疗现场，以及努力在体系中爬升，被迫忍受高工时以及相对较低的薪资。英国近年也发生过医师罢工，原因便在于住院医师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但薪水却跟不上物价的涨幅。我们回头来看南韩年轻医师的处境，他们担心医学院扩招会让资方取得更多免洗人力，也有部分医师抱怨，他们忍受当前的过劳，就是为了换得未来的高收入。他们忍了这么久，如今政府说扩招就扩招，导致他们的未来遭到威胁，难免会对此感到愤怒。总结来说，南韩医界的辞职罢工风波，一方面凸显该国医疗环境的恶化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另外也显示公众与医界利益之间的冲突，背后则牵涉到健保体系与医疗市场化等复杂的议题。至于其中最敏感的个人利益，虽然该国医师拥有相对高的收入，但实习与住院医师的职场困境、拉大抗议声浪与各方的歧见，假如南韩政府与医界没有妥善处理，恐怕将导致两败俱伤的局面。好了，这集的重奢就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也欢迎追踪我们的脸书与 IG。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